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皇家美術博物館是比利時最重要的藝術博物館之一。它的收藏超過2萬件西方繪畫、雕塑與藝術作品，時間跨度從15世紀至今，涵蓋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新古典主義到現代藝術等多個時期。主要館區包括古代大使館、瑪格麗特博物館等。走進博物館大廳，映入眼簾的這幅畫描繪的是1830年比利時革命的街頭場景，屬於鎮館之寶。作者是比利时浪漫主義畫家古斯塔夫·瓦佩爾斯，曾任皇家美術學院院長。畫面不是一個具體的瞬間，而是革命情緒的集中爆發。武裝市民、傷者、婦女和兒童被捲入歷史洪流。歷史背景是起初比利時地區被併為荷蘭王國，但由於政治、宗教、語言的長期衝突，1830年爆發起義，最終導致比利時脫離荷蘭，建立獨立國家。這幅作品完成於革命剛結束後，成為比利時獨立的重要象徵，是國家誕生的視覺宣言。通往2樓走廊裡的這件雕塑作品來自17世紀。是加布里埃爾·格魯佩洛於1675年創作的海神臂拳。它誕生於巴洛克盛期，人魚一體化的海神形象，似乎還能湧出奶汁的奶頭，象徵着人類對自然力量的掌控，也體現了當時王權與城市權力對秩序和威嚴的追求。而旁邊這件是讓·菲利普·奧古斯丁·奧利威耶1774年的《威勒斯與鴿子》。1個世紀後，藝術的關注點發生了轉變，威勒斯不再張揚力量，而以安靜優雅的姿態出現。鴿子象徵着溫柔與純淨的愛，體現了18世紀貴族社會對理性、節制與和諧美的理想。從海神的力量到威勒斯的柔美，這2件作品記錄了歐洲藝術從權力展示走向情感與審美內省的歷史軌跡。博物館擁有世界上第2大規模的博魯蓋爾作品收藏，僅次於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其中數件堪稱北方文藝復興的巔峰之作，當然也是鎮館之寶。老彼得·博魯蓋爾1562年的這幅叛逆天使的墜落也是鎮館之寶，它描繪了啟示錄從叛逆天使從天堂被驅逐的場景，混雜着飛翔的天使與形態怪誕的惡魔。畫面充滿了細節與象徵的意味，從天使的神聖光輝到惡魔的荒誕組合，都顯示了博魯蓋爾既有的宗教寓意，又帶有諷刺現實世界的視角。他還巧妙地融入了當時的奇珍異獸等元素，呈現出極大的想象力。這是老彼得·博魯蓋爾最偉大的作品之一《伯利恆的人口普查》。藝術家大膽地將聖經故事搬進16世紀寒冷的比利時鄉村。畫面右下角那個騎在驢背上、裹着藍色斗篷的身影，那正是聖母瑪利亞。她隱沒在忙碌的村民、殺豬的農夫和在冰上嬉戲的孩子們中間。這種極其細膩的現實主義筆觸是北方文藝復興的精髓。它告訴我們，神聖的時刻往往就隱藏在平凡、瑣碎甚至艱辛的日常生活中。這不僅是一幅宗教畫，更是一部16世紀尼德蘭生活的生動史詩。現在您面前的是老彼得·博魯蓋爾最具衝擊力的作品之一，伯利恆的無辜者大屠殺。雖然主題源自聖經中希律王的殘酷命令，但博魯蓋爾卻將場景搬到了他那個時代被雞血覆蓋的比利時村莊。請注意那些手持長矛嚴陣以待的騎兵，他們身着的服飾映射了當時佔領此地的西班牙軍隊。在皑皑白雪的背景下，藝術家細膩地刻畫了無數令人心碎的局部：被奪走孩子的母親、緊閉的房門，以及四處躲藏的村民。
這種將宗教悲劇與當代政治苦難相結合的手法，使這幅畫超越了時空，成為了對戰爭暴力和無辜受難者永恆的無聲控訴。冬日風景與捕鳥陷阱是老彼得·博魯蓋爾在1565年創作的。作為北方文藝復興的巔峰之作，他以極其細膩的筆觸記錄了16世紀比利時農村的冬日圖景。畫面右下角，幾隻黑色的烏鴉正圍在一個簡陋的捕鳥陷阱旁，這與左側冰面上歡快溜冰的人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博魯蓋爾眼中，美麗的雪景下隱藏着冰裂的危險與深層的陷阱，這正是對人類命運脆弱性的一種深層隱喻。這幅畫以其深邃的透視感和優雅的色調，將自然風光與深刻的哲學類型完美結合，成為了美術館內最令人流連忘返的鎮館之寶之一。這種構圖在當時極其成功，以至於他的兒子小彼得·博魯蓋爾後來臨摹並制作了數十個版本。這是小彼得·博魯蓋爾創作的戶外婚禮舞蹈。作為博魯蓋爾家族的傳人，小彼得極其擅長描述這種生機勃勃的鄉紳聚會場面。請注意畫面中鮮豔的色彩和人物誇張的舞姿。藝術家用畫筆捕捉到了婚禮上最狂歡的一幕，在風笛聲中，農民們拋開了勞作的艱辛，盡情享受美酒與舞蹈。這種細膩且充滿幽默感的現實主義風格，正是北方文藝復興的核心魅力。它不再描繪高高在上的神靈，而是歌頌平凡生命中那份樸實且頑強的快樂。當你靠近觀察那些生動的面部表情和服飾細節時，仿佛能直接聽到400年前那場婚禮上的歡樂與笑聲。這幅畫的作者是法國新古典主義大師雅克·路易·大衛，他活躍於法國大革命前後，是一位用繪畫直接參與歷史的人。他以《馬拉之死》那幅畫最為著名，但這幅畫卻是另一種風格。畫中大衛借古羅馬與希臘的神話回應當代社會關心的政治與道德問題。畫面裡，戰神馬爾斯放下武器，沉寂在與愛神維納斯的懷抱中，象徵戰爭在愛情、理性與文明面前暫時停歇。這正體現了大衛的核心思想：力量必須受到理性與秩序的約束。這展現了新古典主義對古代道德與理性的追求。普羅米修斯是17世紀法蘭德斯大師西奧多·羅姆鮑茨的作品。這幅畫捕捉了希臘神話中最慘烈的一幕：普羅米修斯因盜取火種被囚禁，巨鷹正在永無止境地啄食他的肝臟。作者深受大師卡拉瓦喬的影響，光線聚焦在受難者緊繃的肌肉上，那種極致的痛苦仿佛要穿透畫布，帶給觀眾巨大的視覺衝擊。雖然這種健碩的人體結構有着魯本斯的影子，但羅姆鮑茨用更深層的色調賦予了英雄一種悲劇式的真實感。這不僅是一場肉體的折磨，更是對反抗意志的永恆歌頌。像米諾陶洛斯獻祭是由馬修·范布里創作的史詩巨作。這幅畫帶我們回到了古希臘神話中那個殘酷的時刻，年輕的雅典男女正面臨被獻祭給迷宮怪物的命運。在宏偉的神廟廊柱下，祭司的莊嚴與犧牲者的絕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為19世紀新古典主義的代表，范布里利用精確的線條和如雕塑般的人體結構，將這場神話悲劇提升到了一種崇高的藝術高度。這種風格不僅追求視覺上的宏大，更試圖通過古代英雄的苦難引發觀眾對於命運、犧牲與權力的深刻思考。每一處光影的流動都仿佛在訴說着那個遠古時代的悲壯挽歌。這幅畫出自18世紀法國畫家於貝爾·羅貝爾，他被稱為廢墟畫家。畫中並不是一個真實的公園，而是他想象中的古典世界：噴泉、廊柱、殘破的建築
與自然共存。諾貝爾借古羅馬遺跡表達一個主題：人類文明會衰落，但時間與自然卻會永恆存在。當今何嘗不是如此？這幅畫出自佛蘭德斯畫家亞當·弗朗斯·范德穆倫，描繪1667年路易14軍隊在頭爾賴城前集結。注意到前景有士兵倒地，還有翻箱倒櫃的動作。這其實是畫家特意安排的。倒地的士兵表現出戰場緊張和忙亂，翻箱倒櫃的士兵在整理裝備和補給。整個畫面看起來很混亂，但其實是為了讓觀眾感受到戰場的真實感。中景是整齊的步兵和騎兵，旗幟鮮明，動作生動，展現紀律與力量。中景裡的國王高高在上，象徵着絕對權威。遠景的圖爾賴城和平原增加了縱深感。畫面既記錄戰爭，也是皇權宣傳。這是巴洛克軍事繪畫的典範。1665年的布魯塞爾全景，這是藝術家讓·巴蒂斯特·波內克洛伊在1665年左右創作的紅幅巨作。這幅寬達3米的巨作原本屬於阿倫貝克公爵家族，1960年代被賣給了一位紐約古董商，並流失海外。直到1990年，比利時國王基金會將其購回，並長期借予皇家美術博物館。這次國寶回歸，在當時是比利時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因為這幅畫不僅僅是一件藝術品，更是一份珍貴的城市視覺檔案，記錄了布魯塞爾在遭遇1695年災難性大風大前的繁榮原貌。在那個沒有航拍的年代，波內克洛伊通過精準的計算，完美平衡了藝術表現力與製圖的準確性。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完整的第二道城牆，以及屹立之間的市政廳與大教堂。這幅畫帶着我們穿越回300多年前，臨市這座城市在近代化擴張之前的古典天際線。在庫登堡宮外的景觀是由17世紀法蘭德斯宮廷畫家大衛·特里爾斯2世創作的。庫登堡宮曾是布魯塞爾權力的中心，但在18世紀不幸毀於火災，因此這幅畫成為了我們臨市這座失落宮殿的重要歷史窗口。在近景中，特里爾斯以其卓越的風俗畫功底，描繪了當時社會各階層在郊外休閒的生動場面。通過這種細膩的人文觀察與寬闊的自然風景相結合，藝術家不僅記錄了城市的變化，更捕捉到了17世紀法蘭德斯社會那種寧靜而優雅的時代氛圍。如果說魯本斯是法蘭德斯藝術中的宏大與神性的代表，那麼特里爾斯2世就是精緻與世俗的代名詞。在廢墟中步道是由18世紀羅馬畫派大師喬瓦尼·保羅·帕里尼創作的。帕里尼是建築奇想畫派的巔峰人物，高聳的柯林斯石柱、遠處的穹頂建築以及斑駁的佛雕，在諾爾的餘暉下交相呼應。畫面中心那位紅袍布道者，他正站立在坍塌的文明之基上，向眾人傳達真理。這幅畫不僅是對古代建築之美的視覺總結，更是一場關於永恆與流逝的深刻哲學沉思。這種宏大的古典情懷，正是那個時代歐洲精英階層最神往的精神圖景。這尊極具力量感的制鐵餅者，是比利時新古典主義鼻祖吉勒·蘭貝爾·戈德沙爾的巔峰之作。作為該館鎮館之寶的雕塑藏品之一，它標誌着比利時藝術從繁複的巴洛克轉向理性的古典主義。不同於希臘原作的瞬間力量的爆發，戈德沙爾通過完美的解剖比例與克制的表情，追求一種靜穆的偉大。在18世紀末，這尊塑像不僅是力量的象徵，更是啟蒙時代英雄主義與道德自律的視覺化身。它至今仍被視為比利时藝術史上定義理想美的最高準則。佛羅倫薩、伊姆普、
羅內塔的集市是由荷蘭裔意大利畫家卡斯帕·范·維德爾創作的。這幅畫是17世紀城市風景畫的傑作。畫面中心那座雄偉的聖殿，它靜靜地見證着下方的喧囂。藝術家用細如髮絲的筆觸，為我們凝固了一場跨越數百年的熱鬧集市。從販賣貨物的商販到廣場上密集的人群，每一處細節都充滿了生活的氣息。這種將荷蘭式的精確寫實與意大利的宏大空間感相結合的風格，正是范·維德爾的標誌手法。當你靠近觀察那些微小的人物時，仿佛能聽到廣場上傳來嘈雜聲、馬蹄聲和慶典的歡笑聲。這正是藝術帶給我們的時空穿梭的體驗。巴別塔是由盧卡斯·范·瓦爾肯伯赫創作的。在這幅作於16世紀末的傑作中，藝術家為我們重現了聖經中那座企圖通天的宏偉建築。前景中巡視的權貴與背景中無限延伸的遠景交織在一起，時刻提醒着人們，即便建築再宏偉，若失去溝通的橋梁，一切繁華最終都將成為無法完工的廢墟。比利時皇家美術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既包括了北方文藝復興的博魯蓋爾、魯本斯等的傑作，也涵蓋新古典主義代表作以及豐富的弗拉芒和巴洛克繪畫傳統。儘管皇家美術博物館最著名的是古典繪畫，但其還有瑪格麗特博物館等分館收藏現代與超現實作品，如勒內、瑪格麗特的《光明帝國》等代表作，展示了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與悖論。但由於視頻篇幅關係，我們不能一一列舉。這些作品不僅每一件本身藝術價值極高，而且往往與宗教、歷史、日常生活和哲學思考交織在一起，是理解西方美術史不可錯過的經典。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